检查仪表，仪表没有异常。校长，飞机操作困难，螺旋桨没了。啊！陆队长，机场我们回不去了，小心驾驶，选择迫降地点。是。关掉电源，油料放光。是。关掉电源，油料放光。眼睛往外看，选择迫降地点。校长，那儿有一片农田，地势开阔。明白。现在我请求在这儿迫降，请你批准。好，稳住，迫降。上！你的动作做得太粗糙，根本不合格。还有，你的脑子都在想什么？太笨了！对不起，宫崎教官。准备下飞机。是。宫崎教官，那关车之前是不是应该轰一下油，烧电嘴子，防止积碳？是的。哎。宫崎教官，宫崎教官，宫崎。你没事吧，宫崎？宫崎教官，怎么回事啊你说你这毛毛糙糙的，我医生你还愣干什么？快去医务室。哎，宫崎教官。校长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我下去看看去。好。校长啊，螺旋桨真的没了啊！你瞅瞅，你没受伤吧？我没事。到目前为止，一共迫降了3次，真的，这是最成功的一次。没事，咱命大，死不了。哎，老乡们来了。哎呦，老乡们，吓着大伙了吧？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啊？天上啊！你们怎么还穿着小鬼子的衣裳啊？对呀，这衣服是小鬼子的，可现在咱缴获了，归咱八路军了。你别说衣服了，老爷子，这飞机也是小鬼子的，现在缴获以后归咱八路军了，都是咱八路军的呀。哎呀，我的娘啊！这八路军什么时候会开飞机了？对呀，当然会啊！如果我们共产党的军队没有空军，那你们头顶上这片天谁来保护啊？老爷子，找口水喝呀，都快渴死了。哎，好说好说，老八路自家人，走，跟我来，走。哎，小伙子，给我看着飞机啊！好，你放心辛苦了啊！哎，看看，哎呀，这就是飞机呀！哎，校长又不是故意的，学生嘛，难免会犯错误。你是老师，就别生大气了，原谅他啊。宫崎教官，对不起。宫崎同志，咱们谈谈郑开渠的情况。你不要跟我谈他，这个郑开渠，我不带了。这样不好吧？别闹情绪吧，啊！郑开渠开飞机，马马虎虎，乱七八糟，我不想跟他一起死。死？哎呦，这么严重？我在飞机上，他把螺旋桨哒开得那么大，我从机翼上还没有下来，他呼的就砸下来，不是我闪得快，脑袋就没了。
他还年轻，错误和失误都是可以总结的嘛。给个机会吧。不，这个郑开渠，我肯定是不带了。你给我换个学员吧，拜托了。陆队长，林校长，队长，校长，都很好吧？没问题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儿。老爷子，谢谢你啊！哎呀，应该的，不用谢啊。杰川教授，这件事儿我想听听你的看法。螺旋桨掉落，主要是由于线动钉断裂造成的，而线动钉的断裂主要有2个原因，一个是金属疲劳，有暗伤，机器维修不细，没有及时发现，而另一个原因可能就是飞行员的操作不当，在空中的飞行动作过于剧烈，造成线动钉猛然断裂。陆队长的操作绝对没有问题，这一点我看得很清楚。那问题就是出在线动钉上了。有没有第3种可能？人为的。如果一定要这样考虑的话，那就必须首先找到这个断裂的线动钉，再加以仔细的分析，才能最后确定。这样吧，分析呢有的是时间。教授，你先带上你的人去抢救飞机，孙队马上去。嗨，好，去吧。急修队下车。啊，小叶，你坐那边。好的，您慢点。好，跟着走吧。注意点啊！好，再见。校长、队长，我觉得这次人为的可能性极大。上次这人刺杀薛副校长没有成功，这次又想打你们俩的主意。你分析的很有道理，一定要仔细查清楚。有什么打算？关键是找到这颗线动钉。方圆面积这么大，找个线动钉，无异于是大海捞针啊！咱们可以发动老百姓人海战术。这事交给我吧，就算这钉子扎到泥里边，我也给你们挖出来。走。来，先吃饭啊！等你吃饱了饭，还要愿意哭啊，咱们再接着哭，行不行？行了啊！大老娘们也没像你这样哭哭唧唧，你哭多长时间了？差不多得了。还有，你少说2句吧。哎，也不怪他哭，他现在心里也没底儿了。宫崎教官闹情绪，影响了所有日本人的心情。现在没有一个日本教官愿意带他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你从哪儿听来的？我刚从飞训科回来，李科长特意亲口跟我说的。现在他也为这事儿犯愁呢。你说你也是，没出息，一天到晚毛手毛脚的，那是开飞机，赶车也没那么赶的呀。行了，还有少说2句吧。都在呢。队长好。队长。小伙子，哎，你这遇上这么点小挫折，你就哭成这样了啊？你这心理素质可不行啊！你这样，将来怎么指望你上天杀地呀？陆队长，我保证，我以后再也不掉一滴眼泪。如果我再哭，我就是乌龟他儿子。
同志们，咱们飞行员是什么呀？啊，飞行员是孤胆英雄。驾机上天以后，我们就是独立作战的个体。遇到任何困难、任何险情，都得靠你自己独立处置。没有坚强的意志，你就不配做战斗机驾驶员。陆队长，我听明白了。你听明白什么了？大点声！飞行员要有钢铁般的意志，是孤胆英雄。哎，这精神头还行啊！同志们，我在这儿最后再宣布一次啊！从今往后，谁再让我看见有事没事给我哭天抹泪，我就把他赶出飞行队，听到没有？是。小子，你因祸得福了。他因祸得福了啊！我都没你这待遇。方副政委向校党委提出申请，从明天开始专门带他。真的？谢谢陆队长，谢谢方副政委。好。我就喜欢这小子身上有股子不服输、不怕苦、敢闯敢拼的劲儿。小鬼，谢军长，我对你有一个要求，你这爱哭鼻子的毛病，啊，以后一定要改。是。共产党真是厉害，只要一号召，方圆百里的百姓都会马上响应。真是大海捞针呐！就这么个小小的线洞丁，居然就在农田里找到了。说说你们的检查结果。我觉得是有人故意破坏的。线洞丁的口上很新鲜，像是被锉刀锉过的。这架飞机是谁负责维护的？罗承恩。罗承恩，怎么又是他？这次飞行是他做的维护，可是这架飞机之前很多人都维护过，其中也包括我。叶川教授，这一点你已经可以放心，我们绝不会因为这么一个小小的巧合，就去怀疑自己的同志。谢谢。那我可以走了吗？是。罗承恩，啊，为什么每次出事都有他？这绝对不是一个偶然。我也觉得不是个巧合。他不是个笨蛋，就是有人在故意的冲他使劲。空袭的时候，他主动暴露目标，食堂投毒他的嫌疑最大。还有，在哈尔滨找航材的时候，也是因为他最先跟特务小贩扯在一块儿，才让你受的伤，对吧？机场上人员构成复杂，而且我们的螺旋桨又频繁的更换使用，也就是说，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偷换这么一个线洞丁。所以，仅凭这一点不足以证明这个事情就是罗承恩干的。老三，咱们试着把问题反过来想一想啊。你说一个特务要搞破坏，他首先最重要干的是什么？隐藏自己，对吧？罗承恩隐藏自己了吗？老陆说的对，在没有拿到真凭实据之前，就不能动人，更不能影响对自己同志的使用。孙处长，我们的最终目的，不仅仅是为了在航校挖出那个潜伏特务麋鹿，而是为了创建空军。
如果为这么点小事儿，搞得人人自危，相互猜疑，这可犯了兵家大忌啊！这正是敌人所需要看到的。我是觉得，敌人想利用我们在怀疑罗承恩，千方百计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罗承恩身上。孙刚同志，敌人是十分狡猾的，所以我们的头脑也不能过于简单了。这一点我跟老陆的想法一样。敌人现在正试图引开我们的视线，把航校内部搞乱。沈阳、长春失守，哈尔滨面临着危险，牡丹江也待不下去了。首长是什么意思？东总首长和东北局的首长建议航校继续东前，到中俄的边境东安。我们的炮校已经前往东安了。大家一定要理解此举的深层含义。总部的首长是指示我们，如果东安待不下去了，航校就要到苏联去办。教学工作刚刚有点眉目，这又要被迫停止了。没有办法，目前就这么个形势，我们只能面对现实。既然是非走不可，那晚走就不如早走。我也是这个意思，要在下雪之前赶到东安，利用整个冬歇期，做好一切准备，明年一开春就投入训练。这样损失最小，我赞成。那就还按照老惯例，我带着学员队打前站。好，让卓雅跟你们一块儿去，顺便到苏联边境的图里罗格地区选备用地址。校长，那你跟卓雅说，别再戴金戒指了，万一我再给抢了卖了呢？想戴也没有了。要不我和陆队长一块儿去吧？这样也好，相互有个照应嘛，多个人多个帮手。不用，学校这边的安全保卫工作更重要，离不开你啊。亲爱的，这么急叫我回来，发生了什么事儿？卓雅，校委会决定，请你陪老陆他们去一下东安，选新的校址。航校又要转移，长春失守，这里也待不住了。东安待不住了的话，怎么办？往哪里转移呢？备用校址定的是苏联边境的图里罗格地区，所以才请你去做一下翻译。情况有这么严重？是的。
那什么时候走呢？马上。马上。亲爱的，对我们的事业失去信心了吗？哎，只要你有信心，我都不会垮下来。我们的军队经历了万里长征这样的艰难万险，什么样的难关都会度过的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会跟你永远在一起。谢谢。卓亚说你要去东安，是。马上就要出发吗？是。能多说一个字吗？有事吗？我申请和你一起去。不行。你就那么讨厌我吗？陈导，你应该懂我的意思。我知道你是为我好。知道就好。好吧，你觉得是为我好，就为我好吧。你怎么了？没批准你去东安吧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是分不开的吗？当然，我们党离不开人民群众，就像鱼儿离不开水，花儿离不开太阳。我说的是人，一个人和另一个人。那没有，没有谁离不开谁。朋友如此，情人如此，就算是父母，如果阶级立场不同、信仰不同的话，也是可能离开的。谢谢你的回答，至少让我多了点勇气。你是怎么了？我正好有件事要告诉你。你说。陆队长命令我嫁给你。命令？你的态度呢？你在说什么？你跟陆队长不是？那是以前，现在没有。你在和陆队长赌气，就算是赌气，陆队长也没有权利命令你去嫁给谁，对吧？
我知道你的意思。可不可以让我考虑考虑？烧什么呢？国民党给我寄来的劝降信，信中还无耻地威胁我的妻子和女儿。我每天拼命的工作，拼命的飞，因为一想到他们，就有一种莫名的干劲儿。后悔吗？我别无选择。在咱们这片土地上，像我们这种支离破碎的家庭还少吗？咱们现在所做的一切，就是要让他们早点团聚。革命和家庭，哪个重要？你觉得呢？说吧，你看上谁了？啊？你看上谁了？没有。不可能，你还能瞒过我吗？我要是你啊，我就直接拿出打仗的气势，一个漂亮的冲锋，直接拿下。我们选择参加革命，不是简单的选择去牺牲，我们是为了信仰。什么是解放？解放就是让我们和我们所爱的人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。别再犹豫了，再犹豫，会儿等一等。川岛香奈同志，我不同意你嫁给我。是我，李原田，要娶川岛香奈为妻。不管再难，我也要和我喜欢的女人生活在一起，永远不分开。1946年11月，国民党军对东北解放区再次发动大规模进攻，相继占领沈阳、铁岭，直逼四平，航校从牡丹江转移至黑龙江省东安。马上就要搞战术飞行训练了，让学员们直接上高教机。
万一出了问题，谁来负这个责任呢？啊？搞感受飞行还可以，搞战术飞行训练呢，越过初教直接上高教机。全世界哪支空军队伍听说过这种事儿啊？啊？老薛，你这人吧，就是太斯文。我告诉你，应该这么办。来，你干什么？我就想告诉你，男人应该有底气。初教机就那么几架，现在学员大批的上来了，只有99高教数量够，不飞99飞什么？我不跟你吵。老薛，我呀不想跟你翻小肠子，啊，当初咱们讨论学员文化课的时候，你就一大堆的意见，结果怎么样？我们道难关都闯过来了，现在又开始讨论飞行的问题，你还是一大堆意见，拍个桌子你都没底气。谁说我没底气？我是飞行训练的总负责人，我要对学员的安全负责任。你们这种做法，全世界哪儿见过？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冒险，是蛮干，这是胡闹！你，冒险和蛮干是两码事。我们讲安全，讲质量，讲科学。也要有一些冒险精神。如果连个险都不敢冒，那我们的飞行事业就不要干了。我说两句。俗话说得好，到什么山唱什么歌。董总首长有明确指示，必须在2年之内培养出我们第一代飞行员。不飞这个飞什么？不冒点险是做不成事情的。再说了，每个学员后面不都还有教官护驾吗？天是不会塌下来的。99是有10几架，但是能飞的只有6、7架。其他的飞机都是缺胳膊少腿儿，很多飞机连螺旋桨都没有。就算是飞99，每个学院一天也摊不上2个起架，怎么飞？老薛，你说，你怎么把话又给说回来了呢？啊，99少，初教不是更少吗？你老是强调困难，不飞就没困难。我想了一个土办法，啊，不是说螺旋桨少吗？好办呢，啊，那咱就一桨多机用，机歇桨不歇啊。一架飞机落下来了，让他去保养，把他的螺旋桨装到另外一架飞机上继续飞行训练，行吗？看看，咱们穷有穷的办法。这样一来，什么问题不都解决了吗？老薛啊，咱们的困难现在就摆到这儿。我相信我们的学员，但首先，你这个飞训的总负责人要有信心。如果大家都认为这个方法行得通的话，我尊重大家的意见，但是我始终对这个方法表示严重的怀疑。阿布同志，你这个飞行专家怎么又不说话了？校长，我一直在想你们中国人胆大，胆子真大。和你们在一起，我的胆子都长大了。真的。松扎车，
方教官的飞机左轮胎瘪了。什么？轮胎瘪了？对，你可以确定吗？我确定，这飞机起飞的时候我发现的。方教官的左轮胎瘪了，可他自己还不知道。这太危险了，马上通知他，不然肯定要出大事。是。老陆，方鲁的左前轮子爆胎了，可是他现在并不知道，如果现在降落，一定会出大事啊！那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你马上追上去通知他呀！是，我去组织人，做好扑降准备。好，陆队长，一定要记住，是左轮子，左轮子，左轮子，记住了。公子大大看。老陆，他们在徐店东方向，追上去。好。有了！老方，我们的轮胎爆了！轮胎爆了！好像有什么情况？稳住平飞。是。轮胎，听不懂了。轮胎爆了！师副校长在喊什么？我也听不太清楚。轮胎爆了！薛副校长，薛副校长，你接替驾驶，我跟他们喊。行。等着，笨蛋！你们的轮子爆了！爆了！你们的左机轮爆了！是不是轮胎呀？我来驾驶，我们靠近一点。是。打开舱盖！你别着急，你越着急，他们越听不懂。什么爆了？啊？什么爆了？下面对，轮子，对，是我们的轮子吗？啊？是我们的轮子吗？对。说是我们的轮子爆了。问清楚，哪个轮子？哪一个轮子？啊？哪一个轮子？哪一个？对极了！我这么大岁数，没这么费劲说过话。问清楚了，左前轮，我们准备迫降。好了。
快！来，放这边，快点，都快点！快！周文，怎么样？可以迫降了！小人，发信号，可以迫降！快点！动大一点，飞机马上就要来了。可以迫降了，我们下去。是。你要那个药品和器材到了，真的太好了！找几人搬吧。好，快去！来出来拿药！来了，快走，拿药去。这次军区下了大力气，把你要的药品全给补齐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哎，你看，来，这一车都是。慢点啊！哎呦，小心点啊！哎，好，慢点。我来吧。哎，给我，可以的。川岛干事，给我，哎呀，太沉了，我帮你拿啊，你就不要拿了吧。我怎么能不拿呢？哎，那个轻，哎，这轻，哎，小心点啊，来，行吗？行，哎，慢点啊，哎，院长，我觉得李科长对川岛干事很关心呢，好像川岛干事也接受他了。哎，那陆队长呢？快搬药吧。好。累了吧？不累。有些事情，我想我不能不问了。那你问吧，姐姐。我觉得最近你和李科长的关系有点变化。是有变化。陆队长把我许配给李元田，李元田也同意了。胡闹！你也不是孩子了，你们这是演的什么戏啊？不是演戏，是真的。那我应该问问你，你是不是和陆队长你们好过？姐姐，我们那个好，是好自为之的好。是，有些事情也许不可能了，
但是你也不能那么简单吧？欺骗自己？没有。李元田对我挺好的，有时候我也在想，可能我就是应该跟他在一起吧。也好，有些责任放下了，也许自己就开心些了。放下觉得轻松多了。轻松就好。我希望我们以后啊，不要谈这种沉重的问题。姐姐，其实我觉得你跟陆队长很配。你真这么想吗？真的。这烤馒头多香啊！快饿死我了。大力，你少吃点吧。行了，他除了吃不会别的。说什么呢？哎，够香的啊！哎呀，好有人家味儿了。坐吧，坐吧，坐，都坐下，坐。我是这么想的啊，咱们呢利用休息时间，请宫崎教官给咱们讲述一下今天训练的情况。欢迎！欢迎！哎呀，老八路，老错误，老问题，我天天都在讲，是，今天还要讲。我们做飞行员的，胆大勇敢是基础，同时还要细心柔和。像你们这样，把飞机开得乒的像打仗。不可以，完全不可以。那宫崎教官，那要像什么呢？对待飞机要像对待女人的身体一样。啊？宫崎教官，您是结婚了？我们可不懂女人的身体啊，真的。对不起，我的这个比喻是不太恰当啊，我换一个比喻啊。你们握操纵杆的手，要像握一个，什么呀？这个明白啊？不明白。不明白，这什么意思？这什么？拳头，不，no。嘎嘎嘎嘎！哦，鸡蛋，对，鸡蛋是鸡蛋。握操纵杆的手要像握一个鸡蛋一样，力量太大，鸡蛋会碎的。对。哎，这个比喻好啊。我们学开飞机，做学员，要像大姑娘学绣花一样，一针一针的走。开飞机做动作，要一个一个的做，一定要细致，粗糙的动作不行，大的不行。这主意好，啊！从明天开始，我们学员一人发一根针，啊，没事的时候像大姑娘一样在屋里给我绣花。老八路，这个主意好，大的好，大的好。
看看怎么样？呵，来，看，挺好啊，这个看不出来啊，这是因为啊，柔和。好啊！哎，坐。不简单呐，我们这些土八路一个个都变成了绣花的巧媳妇了啊！可以吧？不错。我找你有个事儿，老陆啊，按照规定，上级拨给咱们的粮食没有如期到位，我打电话催问了，上级也断粮了，看来咱们航校所有人的定量啊，都得减半。我就知道，这天早晚得来。咱们好说呀，啊，艰苦点就艰苦点，可是日本人没有大米吃，没有肉吃，那就得提意见，就得叫唤。是啊，要光是粮食问题，咱们还能对付。天越来越冷了，早就该换装了。除了你们飞行班、机械班、导航班、气象班，还有大部分学员穿着单衣呢。要是没有棉衣过冬，老陆，那可是个大事啊。看来问题是有点严重了。我说啊，咱天天都是这伙食，咱们几个还行。我担心啊，你那苏联太太她吃得消吗？吃不消也得吃啊，饿上3天，什么都吃得下去了。这以后要想吃肉不容易了，1个礼拜能吃上1顿豆腐就不错了。不过这苏联人比我们可耐寒。是。我看这样吧，最近一直在下雪，训练也无法展开。我找趟东总首长，到他们那儿哭穷去。再这么下去，部队该投卡了。东总首长和东北局首长也在挨饿呀。是啊，去了也白去。你那不去不是更没办法吗？我就不信，首长看着我们这么困难，他不管。哎，我看可以去试试。那我下午就走。好。走了。队长。等等，有事吗？我马上要出发了。我知道你马上要出发，我说几句话。好。听李科长说，你要到东总要粮。是东北局。路途太远了，这2个饭团你带在路上吃吧。我不能要。我去找首长要粮，吃这俩饭团呢，吃的满脸冒油，那还是忍饥挨饿的样子吗？那粮就要不来了。 2个饭团子就能吃得你满脸冒油光了，2坨肥肉也不行啊。我还是不拿吧。这样，你要是去的时候不能吃，你回来的时候吃。给。我还是不拿吧。拿着我走神。 陆队长，这2个饭团代表了我们无产阶级同志之间的友谊，也是全世界大团结。这是李元田同志的意思。队长，还是带上吧，这万一路上饿了怎么？你说了算，我说了算。二管，你帮他拿着。哎，谢谢啊。谢谢。你觉悟还没有二管高呢。 队长，你给我吃点，犯不上什么冷气。上车。是。上。二官。 队长，要什么？要这啥呀？1粒粮食1寸布都没要出来啊？那咋办？
回？咱就这么回去，丢不丢人？这都晌午了，要不咱先垫吧点儿？不行，这集要不到，我找上一集要，我非把这东西要出来不可。给我发弹。子弹？要子弹干啥？那么多话，快拿！队长，你这是干啥呀？枪药吃进肚子里边，肚子会疼，冒血汗。啊？不是，这管用吗？小陆啊，你们现在还有什么吃的？报告首长，我们现在是树皮、草根，再掺和着点苞米面的、糊成的饼子。就这，也就是能保证1天2顿，供应日本人吃的大米，也就是1星期的量了。用不了几天，他们就跟我们一块吃那饼子了。哎呀，现在到处都很困难了，就连一线作战部队的粮食都保证不了啊。是，我知道。小陆，你怎么了？喂，这怎么了？来，快坐。来，来，慢点啊。坐下。小陆，你这脸色这么难看呢，是不是没吃中饭呢？哎呀，小陆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这是我的中午饭，正好。来，先把这个吃了。这不，小陆，吃吧，不，吃，快吃吧，快吃啊！快吃，那我吃吧。谢谢首长。哎呀，人都饿成这样了。这航校还怎么办呢？东北北风，您看我这身体，在地面上都扛不住了，就别说在空中了。我们这儿学员啊，空着肚子，穿着单衣，还要把这个1天就我们那俩饼子。还不如您这饼子呢，实在是保证不了空中训练。不行，这个问题必须解决。航校如果在我们手里停办了，那可就是罪过呀，大罪过呀！首长，我知道您这也很难，那么多部队，缺吃少穿的。可我那儿确实是没辙了，所以我才来求您。小陆，别说了，这次我说什么也不能让你空着手回去。我们东北局、东野的野战军，每人少吃1口饭，少穿1寸布，也要把你们的挤出来。谢谢首长。小陆，多少年了啊？咱们党一直在做空军之梦啊。这个梦咱们不能刚做到一半，就被冻醒了，被饿醒了，啊？
咱们要把这个梦做到底，要把它做成。你们要卧薪尝胆啊！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2年内给我拉出一支空军来！现在开始俯冲，最大速度。是。校长，该拉起来了吧？不要。是。还要下。是。校长，快到地面了！拉下来！是。哎呀，校长，刚才咱们差点钻地里去了。你必须学会这样飞。在空战中，敌人会拼命地追杀你，只有掌握了这种本能，才能够保护自己，消灭敌人。明白。陆队长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争取全队第1个放单飞。是，校长。咱们有个好消息，你到东总区哭穷啊，没白去，有成果了，有粮了。我刚刚接到东北局发来的电报，东安市坚决贯彻首长的指示，他们用密山产的大豆和白酒，从苏联人手中换来了大批的粮食和棉布，正好给咱们解决了大问题啊！不仅如此，东安行署还明确表示，从今往后将定期的给我们航校拨经费，用以保证我们的飞行训练和生活所需。能够长期得到供应和保障，这就稍高兴了。老陆啊，航校这么大个事儿，你办得这么漂亮，你自己那点事儿，是不是也该抓点紧了？你指什么呀？你这揣着明白装糊涂，我能指什么？我需要时间。
我相信你完全可以尽快的处理好。你要依着我呀，你赶快跟着薛院长组成一个家庭，川岛香奈不就死心了吗？再说你这也是为了他好。丽儿，我懂。老陆，你可是我党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，有些事情不能只注重过程，重要的是只要结果。这东西啊，有的时候就像打仗一样，需要决断，也需要勇气，必要的时候就得做出点牺牲。恢复的不错，就是肠胃还有点弱。这样吧，现在不要吃辣椒了啊。啊，知道了，谢谢薛院长。好好照顾他啊。好的。薛院长，请您签个字。好。好。院长，哪儿不舒服啊？这儿，还有这儿。看来我们医院要开心理诊室了。薛院长，咱就别绕弯子了。你还记得陈政委介绍咱俩的事儿吗？记得。我今天来，就是想谈这事儿。怎么谈？我正式向你求婚，希望能娶你，希望你能答应我。学长，你不会因为我这请求不是吓着了吧？没有，我是在想，你怎么现在跟我谈这些？我不是突然，我经过认真考虑了。你是要躲避川岛香奈吗？一半是，一半不是。那好，那我想听听不是的那一半。因为你知道。没有了？就这些，太简单了，我听不懂。学长，你就别折磨我了，行吗？是你在折磨我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在你面前一点尊严都没有了。学长，我没有强迫的意思，我一会儿就要去飞行考试了，同不同意？你给个痛快话吧。你这是命令我吗？不是，个人私事不存在命令。不是命令，我现在就不能回答你。那什么时候能回答？还是等你心情好的时候吧。你突然间闯到我的诊室，你跟我说这些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对不起。没什么对不起的，别对不起你自己就好了。我是认真的。我知道你想让所有人过得好，但其实你过得并不好。
说完了，走了。等等，我想告诉你件事。川岛香奈前2天来找过我，他跟我说，他觉得我们2个人很合适。他同意你做的美。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如释重负。你听见了吗？是。我就是想告诉你，川岛香奈对你还是有感情的。我希望你们能好好的谈谈，就算是放弃，也要像在战场上一样的放下。我不想做你们俩感情的牺牲品和出气筒。另外，我希望你别把战场上的坚强意志放在感情上，也别把工作中的武断和专情用在女人身上，更别把你那些匪气带到恋爱里。听明白了吗？学生，从来没有人像你跟我说这么多的贴心话。你所有的话我都听明白了。我今天来不是找什么依靠和出气筒，我来向你求婚是经过认真慎重考虑的。我们都是肩负使命的人，按理说不应该谈论个人感情问题。你可能认为我只知道打仗，知道工作，不食人间烟火，但实际上，我就是从我身边一个个战友牺牲，机会一次次消失，这么一个过程走过来的。可能让你觉得变成了六亲不认、没有感情的人，这点希望你能理解。说到坚强意志，我只有一个，就是解决所有问题，排除所有艰难，早日飞上蓝天。因为我知道，早点排除艰难，我们就能早日胜利，早让天底下所有的爱人团圆，让所有的亲人过上平静的日子。我说完了，希望你能认真的考虑。再见。稳定，不要晃动。下降速度太快，注意收油门，收记忆，一律平飞，一律平飞，不要慌张，不要慌。上油门。停在这里不行，滑会停机坪。刘队长，你今天的飞行非常的不好，不是手上的问题，是心理上的问题。我心理上的问题？是的，我也很奇怪，你打过那么多的仗，生死都不怕，你不该心里有问题。这话怎么解释？教官，死不怕那是英雄，生也不怕，哎，他娘怎么解释啊？卢，我在点评你的飞行，脏话的不可以。
飞行勉强，这就是你给我的评语是吧？是的，马上登机，再飞一遍。行，来个不勉强的。起飞。是，起飞。走，慢慢的，不要着急。走，走，前面是盲区，停下，停下。No， 飞机，你不要动，过来。你什么的干活？我八路军的干活。你今天不要再飞了。不飞就不飞，反正你也判我死刑了。飞行勉强，不就勉强飞凑合飞吗？洛，你误会了，你误会了。勉强，在我们日语中是努力、坚持的意思。你飞得很好的，我没有说你飞得不好，我只是说，你今天飞行让我太失望了。教官，对不起了，陆队长，我强手油门，不是不让你起飞，而是我看到你的情绪不好，情绪不好强行起飞会有很大的危险。可是你生气了，还向我发怒，没关系。但是我看到你这么粗鲁的操作飞机，我实在是感到太失望了。你飞得很好的，陆队长，我请求你有一点耐心好不好？拜托了。教官，今天是我不好，我接受您的批评。怎么样，校长？开得好吧？有敌机！